大家好，今天首先采访到青妹事务所的桃人木凡。嗨，大家好，我是木凡。其实我一直很想问木凡的，就是说你是怎么去接触陶艺这种东西的？哦，你说接触到陶艺这个开始，对不对？这怎么是什么契机点会让想要接触这陶艺？哦，这其实这是很一般的啦，就是因为我们是读艺术设计系，然后都会有那个修到陶艺课。那但是因为我们以前学设计的时候，可能我们要做一些3D 电影啊，然后设计，但我们都可能是在制作一个或设计一个东西的外壳。那可能我们一学期可能就弄出一个空壳，或者是让它有一个简单的功能性而已。但是我们接触到陶艺的时候，就是发现陶艺这个媒材很好玩，就是基本上你可以以你的手就做你心里所想的东西，基本上都可以大致上都可以把东西很快的呈现出来。就是因为我们以前一个班级差不多有40个人，那40个人我们就是差不多大家一起做嘛，所以一起冲一个窑，那冲一个窑就很快，我们大概2个礼拜就可以烧出1窑的成品，所以很快的东西就烧出来，然后你又看到哇，原来做出来的东西，然后配合这个釉色这么漂亮，然后就觉得很被这个材质着迷。对，然后我本身也是很喜欢手作，就很喜欢身体力行的去做一些东西，对，大概是这样。那手做的艺术很多啊，为什么是陶而不是其他的这个，比如雕刻啊，其他的类别？对啊，因为其实我也是这么觉得，就是说选一个媒材跟你致力要做一个媒材，这一定有一个算契机啊。但我基本上我先讲一下我们学校，我们学校就是我们叫做艺术与造型设计，对，那我们基本上我是选工艺系，那工艺系基本上就叫做陶瓷，就是要修的课程有陶瓷、玻璃，然后木工、金工，所以这些东西我们其实都有碰，就是我每个都有去做啊。我也做木工、做家具，我有做1年，但后来我是有点对木头粉尘有点过敏，所以我还是应该说我还是比较喜欢陶瓷。对，我本来想说年轻人就是可能会比较喜欢那种精工方面的，因为现在精工的那个工作室也非常多，然后也很多就是我们一般民众想要去体验精工啊，做对戒啊什么，那个都是算精工。为什么不是选精工？在我们一般的人看起来，会觉得说陶艺是不是比较古法的手工那种感觉，比较说跟年轻人比较没办法对接上。其实我觉得陶艺就是它基本上来说，它就是门槛会稍微高一点的原因，就是因为它需要一个比较大的窑，然后比较多的设备。因为像精工，因为我之前也有做精工，其实精工只要有一个那个焊接的一个枪嘛，然后一个鼓风炉，你就可以边踩边焊接东西，然后基本上只要焊药，然后有一些打磨的工具，有一些砂磨的一些器具，很简单就可以做一些很轻的手做的体验的精工作品这样。那陶艺的话，就是我觉得它过程比较繁琐。那因为陶艺从我们常说从土开始，我们可能制作，我要揉土，要处理原料端，然后再制作面，然后再还有上釉，它怎么调釉，然后怎么烧制。就我觉得这整个过程会让我比较着迷在这个身体力行的创作的过程上面，这样子。对。我觉得很厉害，这样就是要有非常多的耐心，然后也不只是不像我们去体验那种拉胚单纯的，因为后面还有烧制我还要修，对，然后修我还要上釉，然后上釉还要调那个色釉什么什么的。对，因为陶艺的那个系统真的是蛮大的，因为你是说从土，其实土也可以要配土，其实配土就是一个蛮大的工程，就是因为每个艺术家其实会有自己比较喜欢的土的材质或状态，所以其实配土就是一个一个学问了。然后再来就是釉药，它釉药就是你也要学会怎么调，它调就是很像一些你要有一些化学的背景啊，或者是你要学釉药学，然后算一些数学，然后算什么分子数比、摩尔数比，就是赛格式啊，一些就是需要2、3类会比较好上手啊。偏偏我们又是1类，所以我们就是那时候虽然是自己有兴趣，但是他读的还是稍微有点辛苦，对啊。然后再来就是制作嘛，因为制作就是技法五花八门，你就可以自己去尝试，但是都是需要时间去训练，因为我们从你想要做一个形，其实是你原本是花时间下去做，
那后来做一做，你是会训练到它已经变成一个肌肉记忆。对，它肌肉记忆再转变成去帮助你达到你想要的造型啊或结构。对，然后最后才是烧制。然后烧制其实就是在我们如果算职人的话，烧制就是一个最重要的阶段，因为就这样啊，你把它理解成做菜好了，就做菜你会比较好理解，就是我可能100到200度，我可能2小时，我200到400度几小时，然后400到800几小时，800到1200又几小时，然后可能800，然后我要持温多久？然后1200我要缓降到800，再所以它不是一开始就一个温度调好温度，然后就说烧多久，然后我再回来看就好，它是分开的。对，它是可以，我们这种因为我是那个去外面定制的窑嘛，所以我们通常这种阶应该是有12到14阶的温控，你可以去调整。所以这些就是每个厨师当然有不同的 recipe 嘛，你想要煎炸、卤、拌、烤，你想要舒肥，或者你想要大火快炒，这些都是你在窑表上面的表现。所以这些都对于釉色上面会达到每一个人就是特殊的地方，就是在烧制这边。刚刚我们在喝茶这个杯啊，那这个的话，对，大概烧就是整体的做完，对，要多久？你说多久的时间？因为我们上釉，我看这个上釉很特别。对，这支釉色就叫茶叶末，对，这是中国比较偏中国传统的釉色这样子。那它就是它是用茶叶然后下去烧？不是，它不是茶叶，它不是用茶叶烧，它是我先讲一下它的发色剂好了。它的发色剂就是有氧化铁，就是我们血液中的那个氧化铁，红红的氧化铁。那它现在上面有的这个结晶是氧化镁，碳酸镁氧化镁的结晶，对，它是有一个小绿绿的精华这样子，对。然后，因为其实做陶真的是蛮有趣的就是你可以尝试很多不同的烧法这样子。那你刚讲到哪边？因为刚刚听你就是讲就是烧陶，就是从开始的捏土啊、揉土啊，然后到整个烧完，然后上釉。那很好奇，是这么费工，你开始初期的时候练习的过程，应该是非常辛苦吧？对，因为当初阶段都很辛苦。应该是说，就是它是一个耐心跟你持续的练习的一个成果。就是我想揉土啊，大家其实一开始，现在可能去莺歌体验的都是他已经帮你定好中心嘛，你就上那个机器，那个机器会转，那个机器叫入炉，大家就放上去，就是他就已经放土在那边，然后说你手要用点水沾湿，然后开始揉，然后起来，然后扩，然后变成一个盘子，变成一个什么，但那都是他已经帮你定好中心，然后也处理好土的原料的部分。什么是定土？定土就是一般我们假设我们练好一个土，就是我们不管用机器，不管用真空的机器，不管用手揉的，你要上那个机器之后，我们第一步骤都是要先把这个土定一个中心，让它是正的时候，我们拉坯的时候东西才是正的，不然东西就是很容易歪七扭八这样子。那一般外面的我们去莺歌可能就是体验到拉坯的嘛，对，但其实我们没有体验到一些修坯，就是其实修坯跟上釉啊那些烧制，就是会比较累一点。就拉，大家都很喜欢拉很好玩，但是其实后面的那个部分比较辛苦的地方没有体验到，对，所以欢迎大家有空可以去附近的一些那个公益的小教室可以体验看看。那如果说你们遇到那种就是来体验的学生，就是他自己拉，然后你已经拉得很，就是歪七扭八，已经这样甩，不准的话这样甩吧哈。有啊，这样甩完之后他就没办法定，然后可能自己修坯，然后就不小心修不小心是要拿那个什么东西去割嘛，对，然后不小心拖出去，你要帮他。其实常常会有啊，就是看他剩多少，如果他真的剩不多的话，我们就是重新给他一块。我跟你说再来吧，你 OK 的，没有问题。我们土很多，我会多练一点啊，就是我会多准备一些给学员，对，这些是我们都有预想到的事情。那我好奇，就是因为通常就艺术家就是非常就是创业是比较辛苦的部分，因为都不知道说他订单从哪里来，然后就是人家外界的人不知道会不会欣赏自己的作品，然后我觉得艺术家对自己的作品会有所一些坚持啊，
我就是喜欢这种模式，然后去做这种模式。好奇你是怎么开始去有订单的？好，那我就简单的讲一下，你刚刚说就是创作的中间嘛，会有一些什么拉扯啊，或者是应该说相信自己的美感，或有时候不相信自己的美感。一般人创业就很困难的，我觉得艺术工作者的创业会更困难。相对来说，可能陶艺来说，就是比一般的像你刚刚相比的精工啊什么，会比较稍微门槛高一点，就是因为我们机器，对，我们要摇嘛，然后要可能练土机，然后可能要拉胚机，就是这些成本都相对一般来高之外，就是可能你做的东西就是很多时候就像我们通常我们一开始做都是去市集摆摊嘛，但是去市集摆摊的时候就是很多时候就是你是在磨合吗？就是磨合自己与市场的差别，就是我觉得这个型我超喜欢，就我假设我带了20件作品去摆摊。然后我喜欢的前5名可能都没有卖出过，对啊，我不喜欢的一直在卖，然后就是说，有时候不知道该开心还不该开心，就是我自己很有信心的没有卖出去，然后我没有很喜欢都卖掉。应该说我们现在可能刚创业等等，一开始可能对市场来说，我们自己也在找自己的定位，然后一个是我们也在屈服于市场的一个过程，就是我自己把持住的那些坚持，就是我是要做一个就是我真的很喜欢的造型，然后很难卖，还是我要做一个比较香的造型，然后比较好卖，世俗眼光这样，也就是我要贴近世俗呢，还是继续坚持？那我觉得前期之后就是你会依结果自己去修正嘛，就是这真的很难卖，但你做很多喜欢，但是很难卖，但是你就会开始不行啊，为了生计呢，我们还是做一些那个敛财不是敛财，就是做一些就是比较香的一些作品，就是比较你的客群你比较喜欢啊，看你要对一般大众比较接受的。那像摆市集，可能我们单价也不能太高，因为大家就是来想买了一个东西带来就走，谁会每次我带一个那个大花瓶走也不会嘛，所以我们基本上都是做那种简单可以带着走的那些作品这样子，像桌上摆的这些吗？对，桌上摆的这些，这就是要不要介绍一下这个？好呀，我知道是这个有被知名华剧拿上去，就是当做对他们之前有那个剧组来跟我借一些去，对，好，这个就是一个盖罐，对，那这边里面就是现在已经被当做珠宝盒了，现在被放的是我女朋友的耳环在里面，对。那这个就是一体成型，这是拉胚一体成型，拉完然后再把它切割开来，然后再修，上下都修，让它成为一个很密合的状态。这样，这种是什么釉色？这个它算是一支铜发色，算是氧化铜发色的，它就是铜绿。对，那就是我自己的配方，就是其实我们在烧制的时候，我们都会做很多的釉药测试，就是说釉药这部分，像这边有没有知道很多小饰片？其实我们自己都会调釉啊，就是很像化学这样。我几克的碳酸钙，几克的什么氧化锰、氧化硒什么的，我们就会基本上又要有一个大致上的一个配方组成啊，就是什么有一些酶溶剂啊、助溶剂啊，然后什么有一些土常识等等等。那接下来就是要换一些它的发射剂，对，然后我们就会依据它的状态啊，然后跟温度啊去烧制，做一些那种实验的试片。那这些试片就是会为我们就是之后的作品，就是我们多了一个调色盘可以用，我们多了一个颜色可以用，多了一个釉色，所以就是还蛮好玩的。那这样有没有人就是跟你特别去定制他们想要的款式这样？会啊，就是会有一些，但我这边通常比较多是私厨，就是私厨或者是甜点师，他们跟我定制他的甜点盘。或是跟我定制他们的餐盘，意式的或者是一些他们有特定的烧烤的等等等，对，那这些的客人累积，其实回到刚刚说市集，就我觉得摆市集虽然不会到赚很多，其实因为摆市集的主要的目的还是曝光大于那个，所以我们其实去交流，然后我觉得曝光很重要的是，因为有那样的曝光，所以我后来我接的客人基本上都是介绍的。然后私厨介绍私厨，私厨介绍甜点师什么，或者是在当天的市集，有人看到你的作品觉得不错，然后就跟你要联络方式。所以我很多的后续的销售跟定制都是从
就是市场的，就是客人看到喜欢，然后才回来跟我定制，倒不是说卖作品，就是当下卖作品。我之前跟你聊天的时候，听你讲说什么一些特别奇怪的订单，对不对？哦，对啊，那个是很搞笑啦，我觉得他就是在搞笑。他问我说：“你可不可以拉观世音给我？”用那个机器，他想要拉观世音，然后我们就然后就把他带过，就没办法，这个可能有点困难，我们可能要用刻的啊，怎么样？那这个单可能就是我也不知道他是在开玩笑，但他有跟观众讲一下，观世音不是用拉，对是用刻的。观世音菩萨可能没办法用拉的哦，可能只会拉出一些甩动的东西。对，所以你大部分来工作室，会让人家来体验，对不对？我之前看你的 IG 的限动都是，就是家长带小朋友来体验，对，有些是家长带朋友，有些是同事啊，然后他通常就是5个人起跳，就5个人以上我就会接。5个人以上。对，只是说就是场地啦，就是我现行的场地还没有太大，所以我最多也只接12个。对，然后很大啦。对啊，就是12个，我最极限能够 hold 得住的一个状态。那这样他们就是来你工作室体验，就是从他们拉完陪的那一天，然后直到他们真的拿到你帮他修好上釉完，对，就是完成品，这样大概要多久？差不多就是通常都抓一个半月到2个月，因为我们不像以前在学校大家是40个人积一个窑，我现在的窑比那个时候稍微大一点，然后变我一个人，所以就是我东西一定是需要，不管是东西大嘛，不然就东西多，所以通常是我可能烧窑，我要自己拉一些东西进去凑，然后配合学员的作品，我才能让作品赶快烧出来。上次看你是拉一个大概不到5分钟。对啊，就是没有，那就是其实就是训练嘛，就是到后来可能量产1个小时的量应该直接可以塞满。没有那么夸张，就是还是需要一点冲刺的时间。对啊。那我现在想要问莫白，就是说你就是对陶艺这个未来规划，是想要做更精致的，就是接一些更精致的客制单，还是说想要扩大就是那个教学的方法？因为目前其实是越来越走向客制啊，因为做比较诚实，就是因为做这种客制的单价可以收比较高嘛，然后扩大教学其实教学你还是花很多，我还是花很多的心力，就是说如果我要接一团，我真的是就是我接下来可能待2-3个小时好了，然后我还要处理啊、收拾环境啊什么，然后再帮他们晾干上面。本来说现阶段可能比较耗时间一点。我们在烧东西是经过2次烧制，对，就是我这个假设我这个土坯做好了，然后我要先进去窑里面烧一次，先烧800度，先烧到800度。然后它降温，这样，然后我再出来，我才能上釉。对，然后再烧一次1230度，再出来，再降温，然后这个成品才好。所以其实烧制的时候要烧2次。所以其实上釉的话，它需要温度是这么高啊？就是会打开会灰飞烟灭，没有啦，就是会很热那种状态，就是1230度是。对啊，最高可能烧到1280。那我想说，在最后问木凡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有没有想要给一些就是建议，可以给想要踏入这个领域，陶艺这方面这个领域新的一些建议？OK， 就是如果你想要踏入这个领域呢，就是因为它必须来说，它门槛就是稍微小高一点，就是基本上你一个窑可能差不多20万。然后加一些炼土机5到10万，看你要买新的或旧的，然后机器可能也2-3万，就是它相对高一点。那我就是如果给我再来走一次吗？我是觉得说，当然如果你是真的是做的不错，然后很有名的话，可以跟一些艺廊合作，那就是还不错。但是现阶段就是如果你是自己就在摸索当中的话，我还是建议就是你要有自己的本业，就基本上就是这个本业能够支撑你这个兴趣到一个阶段，那你要完全依赖它而活的话，我觉得你会，你在心态上面你要自己调整，就是你会不会因为你要生存，然后做很多迎合市场的东西，然后做一些自己不喜欢的东西，然后自己被绑住，然后自己的创作的热情被消耗。这我们真的是对于就是要谈钱，我们真的很避讳，就是这东西你要卖多少，然后我东西是不能被钱定义的，没有，就是很不，我们
世俗眼光就是你要跟我讲个定价，对啊，就是你的价值在哪里？对啊，应该是说，就是如果你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就是你要怎么去调试那个状态吧。就是因为我那时候调试的，我自己应该说我自己归纳一个我自己的想法，就是说我那时候希望我是为了做陶而，我是为了想做陶而去做陶，我不是为了卖陶而做陶。就我希望我能够调整这样，所以我那时候才会想说我自己要先做一些其他的工作来 support 我这个兴趣，为了是不要让我的所有的收入都来自卖陶，然后也不会消耗我的热情，可以长保我在创作上面的一些灵活度。你现在跟未婚妻嘛，也有一些不同的斜杠。对啊，就是多做一些尝试，但当然这些尝试也不要停滞你在创作的这条路上。然后如果能够跟你的，就是你的在卖在不管在卖或在做的这个斜杠，能够结合到你的陶瓷跟你的实体产业结合的话，那要更好。对啊，我之后我们再慢慢聊，说什么可以把你现在的斜杠结合到你现在陶艺的部分。对，这个就要请教阿柳了。对，这个是我们非常需要你的建议。商业鬼才阿柳的建议，这样节目就先到这里。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请追踪订阅我们的频道。想不到吧？职人就在你身边。我们节目下次见，拜拜。拜拜。喜欢今天的节目吗？喜欢我们的还有我们的 IG， 还有粉专，还有我们的 Podcast， 一起分享出去。然后呢？职人在你身边，我们今天到这里结束，拜。好，这是跟我笑我，快点吧。